各位朋友，今天咱们来继续关注日本福岛核电站往大海排放核污水的德国报道。如上一期所说，西方媒体很显然对这个话题比较轻描淡写，努力帮日本洗地，德媒更是颠倒黑白，昧着良心说话。当然，他们怎么会有良心？甚至故意混淆视听，对中国倒打一耙。我们先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测试显示，福岛附近的海水中没有放射性物质。福岛核电站过滤后的冷却水流入大海，这引起了邻国的极大担忧。现在，日本环境省公布了第一批样本。据日本环境省称，在福岛核电站附近的海水中未检测到任何放射性物质。环境省称，在核电站周围的11个地点采集并检测了水样。检测结果显示，放射性同位素氚的浓度低于检测下限，每公升海水中含有7至8个贝克勒尔的氚，因此海水不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当局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记者，今后3个月将每周进行一次检测，然后公布检测结果。德国知识点评：看来德国媒体不假思索，完全相信日方的数据啊。对冷却水排放的担忧，该核电站在2011年遭受了严重的地震和海啸袭击，冷却系统失灵，6个反应堆中有3个发生熔毁。从那时起，运营公司东电已经储存了134万吨水，其中一部分用于冷却仍具有高度放射性的反应堆残骸。由于现场冷却水、地下水和雨水混合物的储存能力已不再足够，现在已被排放入海。据东电公司称，几乎所有的放射性成分都事先被过滤掉了，只有氚除外，氚将在最后被稀释。这一决定引发了日本和邻国的抗议，并导致中国禁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德国《民进周刊》也报道了类似的内容。有争议的冷却水排放，日本报告福岛附近海水中没有放射性物质。福岛核电站废墟中的冷却水正在被排放入海。现在日本报告说，海岸附近的氚数值低于检测限值。然而，日本公司正在与中国的抗议浪潮做斗争，确保在华日本人的安全。从音乐厅到水族馆，日本公司和企业报告称，接到了大量中国人打进的电话，以至于难以维持正常运营。中国网络用户发布了自己拨打日本电话号码的视频，其中包括福岛的餐馆。据日本外务省周六晚间称，日本高级外交官浪津浩之对这些电话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政府确保在华日本居民的安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要求日本国民不要大声说日语。德国《世界报》28日称，福岛冷却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紧张。配图说明，在韩国釜山，大家也在抗议日本将福岛核废料处理过的冷却水排入大海。此前，中国已对此提出抗议。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连日来一直在向海里排放放射性物质，中国的反日情绪正在高涨。东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日本福岛核电站冷却水入海事件而持续紧张。日本召见了中国大使，并呼吁北京确保本国民众冷静地处理这一问题。此外，据日本媒体周一报道，中国政府应保证日本公民和机构在邻国的安全。由于日本从周4开始向海里排放经过过滤和稀释的冷却水，中国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首先，有人呼吁抵制日本产品和取消赴日旅游。餐馆、文化机构甚至医疗机构等日本企业也连日来受到来自中国的抗议电话的轰炸，他们的运营受到严重干扰。日本外务省呼吁希望前往中国或在中国逗留的本国公民小心谨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他们应避免在公共场所大声说日语。2011年3月，由于强烈地震和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多起堆芯熔毁事件。从那时起，被摧毁的反应堆必须继续用收集在1000多个水箱中的水进行冷却，
在此期间，水箱中已集聚了约134万吨冷却水。在排放入海之前，除放射性同位素氚外，冷却水已被过滤，因此运营公司东电用海水稀释冷却水，使氚浓度降至每升1500贝克勒尔，不到日本国家安全标准的1/40。据日本政府称，环境省在排放后采集的第一批海水样本的辐射水平甚至低于可检测到的极值。然而，中国称这些水受到核污染，并禁止从日本进口所有水产品。专家指出，中国自己也经常将本国核电站的冷却水排放入海，其辐射水平比福岛冷却水高出许多倍。德国之士说一下啊，看到最后这段，我真的非常生气。这就是不要脸的德国媒体，造谣无耻无下限，不敢给出所谓专家的名字，信手拈来，而读者们早已被洗脑，完全没有思考能力。德国国家媒体德国国家电视2台新闻频道对此也做了报道。福岛冷却水争端，日中关系日趋紧张。福岛核电站冷却水入海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抱怨中国境内的日本设施遭到袭击。德国电视2台也很无耻啊！虽然这不到1分钟的视频采用的是南朝鲜抗议的封面，但视频中只提到中国进行抗议，而一般德国民众根本无法区分中文与朝鲜文的区别，就是说，实际上德国电视2台在传播假新闻。德国电视2台专门用黑体字突出所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称，排放的水是安全的。然而，中国称这些水受到核污染，并禁止从日本进口所有水产品。与德国世界报一样，德国国家电视2台也混淆视听，这样把目光引导到中国身上。专家指出，中国自己也经常将本国核电站的冷却水排入大海，其辐射水平比福岛冷却水高出许多倍。德国之士点评：大家注意到没有？不管是私人媒体还是国家媒体，污蔑中国的语句出自一个母子啊。总的来说，在德国往海里倾倒核污水这件事情，德国媒体并没有特别报道，从评论区就可以看出，德国人并不关注。世界报的报道中没有任何读者评论，而德国电视2台的推特账号上关于此报道的也只有寥寥3-5条评论。我们来看看，新冠病毒又是从哪里来的？下一条评论，那些歇斯底里的中国人只是在寻找紧张关系升级的借口。下一条评论，南朝鲜也打了鸡血一样。现在我们看看时代报报道福岛附近海水中没有放射性物质后，读者们又如何评论？第一条评论，这可能意味着对这项措施的反应被夸大了，因为海水似乎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下一条评论，一、如何测量？2、过滤出来的物质如何处置？埋起来吗？或者意外地被泵入了大海？我们知道我们的核电站朋友伪装欺骗然后倾倒。下条评论，整个福岛事故证明核能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并不比其他能源的风险大。福岛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个位数。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核能也可能非常危险。环保主义者推动尽可能高的安全标准是件好事，这会让核电站越来越安全。但是德国对2011年日本核事故的反应完全是非理性的，几乎是恐慌性的。我们又一次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德国之士补充，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难后，德国立即通过了关闭德国所有核电站的法律。现在德国必须从德法边境的法国一方购买核电，真讽刺啊！下一条评论又是这位读者，他说，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唯一被投掷过核弹的国家，因此日本人对核能的怀疑程度也相当高。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保持理性。下一条评论，
不要相信任何未经你自己证实的研究。根据丘吉尔的话改编，应该由独立的科学家来检测，而不是日本人。下条评论：这真的很令人惊讶吗？当日本政府拥有50%以上的股权，从而使公司事实上国有化时，参见维基百科。下条评论：中国每年排放的放射性污染水的量是其他国家的10倍，日本现在也在这样做那么一次，找出错误。下条评论：谁说只是一次性排放？核反应堆芯熔毁将持续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冷却水的排放时间也正是如此，这就是错误所在。下条评论：那个想把放射性水排放到海里的国家，同样是做水样检测的国家，这一切正常吗？哦，是的，这是值得信赖的。下一条评论：这么说来，现在发生的一切正是所有放射生态学领域的杰出人士早就预料到的。这么说来，现在发生的一切正是所有放射生态学领域的杰出人士早就预料到的。这里的危言耸听者，要么是自己无知的受害者，要么是中国宣传的受害者。好，朋友们，总结一下，从德国媒体统一为日本青岛核污水洗地这件事情来看，又一次刷新了我对这个国家媒体的认知。大家是不是觉得该国的媒体很邪恶呢？海洋是全人类的，难道德国人就能独善其身？我真的对德国媒体很愤怒，很失望。我知道德国媒体没有良知，但如此没有底线，还是再次毁了我的三观。对这件事情，我特别能理解上几天那位年轻的中国老板说的话，在德国挣钱，今后离开这个鬼地方。还有，我想向各位纠正我的朋友们道歉及感谢。确实，我之前因为看见有的中国官媒用了核废水这个说法，于是没想太多，也这么用了。经过你们指正后，我这2天好好去做了功课，才知道虽然一字之差，两者的区别如此之大，所以我从心底非常感谢你们，让我明白活到老学到老。最后鄙视一下小日本，真的太可恶了。中国人应该尽可能的理性抵制所有日本产品。不知道日本这个名字在地球上还能存活多久？